日期来到了2025年4月9号，今天是我们连宜斌教授要来为大家开讲的日子。那宜斌教授已经来到线上，我们直接邀请我们的宜斌教授，麻烦你喽。好，那我本来一直有点担心说今天的那个题目会比较硬一点、枯燥一点啊，它比较不是活动性质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有越来越多的伙伴去参加这个世界大会或者什么可能会如果对这方面有多一些的了解那会更好。那像最近我也在开始，就是因为世界总部也开始在谈这个会费的事情，因为可能2027年要再改革。那他们是有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那个 task force 啦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杨姐这一次的这个分享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意见对未来的这个会费。那我首先大家看得到这个画面了右边这个图是我在好像前几年的世界总部，他每年都会出这个 annual report 那 annual report 这里面有一张图，那这位伙伴是哪个伙伴我不认识不过我看到这世界总部的用的这个教授，这是我们内湖360的小孩，现在已经研究所了，交大研究所。很好。那对不起我今天才刚从机场回来，然后又有点感冒。好，那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annual report， 当然就是它背景其实就是用各国的童军，那但是它后面其实就主要在讲这个数字了87、13，那就是这个87、13就是钱它是用在哪里在这里面真的意思说你们交给我的会费然后我是怎么使用的我87%是用在这个支援他的会员们的这个服务那只有13% 是用在这个 management， 也就是例如说这个薪水这方面，或者是一些房租，就是管理方面的。那其实这个数字也蛮重要的，像 GSET 的评鉴，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像我们年度经费那时候应该是上一次的那个 GSET 应该是8年前吧，7年，第一次做 GSET 那时候财务的报表需要做一些调整之后才比较好看。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例如说那时候的在更早之前，财务报表上面，例如说我们的这个总会的总花费花在所谓童军活动或者支援会员算跟花在这个办公室的比例呢，事实上他的办公室的比例占绝大，跟这个数字有一点是颠倒过来的，但是这并不是总会的真的有什么错，而是说他的经费上面，例如说你去参加世界大陆营，你去或者是办全国大陆营，他的这个办这个，比如说世界大陆活动，这些活动收的钱，他都把它另外去算所以总会的钱就只有算，就是说这个绝大部分当然都是行政支出或者这个交给这个世界总部的会费等等这些，那活动就显得很少，因为他通通把它独立出去了。那这个在 GSET 评鉴就会非常难看了就是你另外那个独立出去的都不算在。后来那时候跟苏秘书长建议，就把它移进来。那移进来的数字就差不多是差不多3/4、1/4这样子，就好看多了因为这样人家看说，我们交给总会的钱是绝大部分都还是用在这个童军活动身上，这样让人家看出来了。Anyway， 那
这个是从封面的这个图来岔出去聊一下。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世界和亚太会议的议事规则。那我欢迎各位伙伴，就是随时打岔，随时提问哦。这个不是在这个讲座，所以你觉得我哪边我讲不清楚了，或者你有什么疑问的，你都随时提问，我都不用怕打岔哦，没关系。那事实上，世界领袖会议和亚太会议的议事的表决，还有选举，事实上比国际的组织要复杂哦。那而它的会员的收费标准经过数次的变革哈，那2027刚才讲了可能会再次改革，那这个改革可能会再下一次到2031，但是2027可能会提出来讨论啊。那在我过去参与亚太区啊，还有世界的活动里面，我了解哈，就是说在历来亚太区的领袖对于这个会费啊，或者议事，就是说这个权利跟义务啊，哈，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甚至就是说几乎会引起，就是说例如说各区例如说亚太区跟世界总部或其他区的一些对立哈，几乎可以这么讲啊。那所以现在虽然情况有些改变，不过如果说要参与国际会议的时候，那你在跟人家谈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知道，今天这样谈一谈，你可能会比较了解说，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好，那例如说争议的论点，那2009到2018，那个在这个年代刚好就是差不多是赵主席赵守波先生担任亚太委员，后来担任亚太主席，所以那时候跟着他学了很多，然后事实上看他在主持会议，有时候也是会面露难色啦，就是说这个好，我们先看这个图哦，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当时亚太区很多的这个委员或者是会员们，他们第一个所谓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就是说 APR 世界童军人口占了那么多，我们先来猜一下哈，大家看这个是2014年童军人口的分布，占全部就是，那刚才第一句话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 APR 的童军人口占世界童军人口的80%，哦，但是投票权或者是议事权只占整个 WASN 的1/7，这1/7怎么算？大概就是说你有161个会员国嘛，那亚太区就是23个，那你这里亚太区的这个会议提出什么建议来，基本上你就1/7，但是你的人口占这么多。那我请各位伙伴来猜一下，那我们知道这个橘色最大块的占80%，这个当然就是79的，这个就是亚太区。那其次的是绿色的9%，你可不可以猜猜看，这是哪一个区？那时候还有6个区，就是欧亚区还没有取消，现在欧亚区已经取消了。有没有伙伴要猜猜看？你们把麦克风打开没关系，就是欧亚区。欧亚区，我告诉你，欧亚区的人是最少，就是在这个0的这部分，所以他被取消也是恰恰好，他人那么少，你看在占的比例那么少，然后这个就是他的俄罗斯啊，你不要看到俄罗斯人口那么大哦，那乌克兰那个其实占的比例是不到1%啦，不到0.5%啦，所以非常少。你知道这个那绿色的欧洲，再来呢6%呢？猜猜看，美洲，好，中南美洲答案没关系。那我们刚才讲说，就现在每一个 NSO 在世界会有相同的投票权，每一个 NSO 就是 National Scout Organization， 就是说中华民国童军总会，这个日本童军总会，这个就是每一个就是一个 NSO。那 APR 当时是23个，那 WASN 总共160出头个会员，所以那导致说你每次选举在12席的世界委员中，通常
只能当选2席，而且呢，这当选的这2席还其中可能最少1席还都是要靠欧洲区啊去他们满意的人选才会选你，所以他们有时候一些委员或者是一些亚太的，我私底下讲，这个被选上有时候是所谓 waste mind， 就是没有站在我们 APR 的这个立场去讲，所以导致有些提案没办法通过，他们就会觉得另外他们觉得刚才讲说5%的这个是欧洲啦，欧洲只占人口的5%，所以不是9%但是它有40个 MSO。所以他有在160里面有将近1/4的投票权，也就是每1%的人就有5% 的投票权。那反过来讲 ，APR 呢，每1% 的童军人口只有0.178的投票权。当然相比之下，这个叫相对剥夺感，就是我们的这个每1%的这个人口呢，是欧洲的1/28。那刚才公布一下，刚才这个绿色的是 IA， 就是Inter-American， 就是泛美地区，就是美洲地区啦。因为美国的人口童军人口很多所以它这里占了9%。那另外第二多的是非洲那欧洲是国家多但是童军人口5%所以你可以看得出那时候亚太区心理上有些的这个不平衡那这是投票权，一方面是这样。那另外谈到NSO 会费，就是说权利是用 NSO 的数目来计算。那亚太区这个 NSO 的数目不多啊，但是义务就是你要对他付的义务会费呢，却是以人口计算也就是说你人口最多的那就要付就是对这个显然就是对 APR 就比较不利那这是一方面。那另外呢，欧洲区有一些童军总会呢，童军人口只有几百人但是他跟只有数百万人的这个 NSO， 他有相同的投票权例如说这些国家我们再来考大家不要考了这个国家有没有人认识的？这是哪一个国家？中文翻译的，这其实很有名的国家。列支敦士登对了，列支敦士登它的童军人口多少呢？690，因为它国家很小嘛这个摩纳哥是在欧洲的，不是那个摩洛哥360。圣马瑞诺这个都是这种国中国因为很小260。他享有投票权跟亚太区的，例如说印度尼西亚2000多万人的这个会员的，菲律宾对100将近200万的印度这个300多万的泰国的跟这个上百万的人，他们的投票权利是一样的那这里也有可能导致一些心态上的，那既然 NSO 的这个会费是以登记的童军人口计算，那我就登记少一些我把这个人口少，那我就可以少交钱了。那可是这个跟当时这个 Wilson 的这个他有一个 vision， 他说希望我这几年之内，到2025到多少的时候，这个童军人口能够破亿，对不对？你希望增加童军人口，但是呢，你的这个制度呢，亚太区的看法是这样说，这个，那你这样子，这个人越多的缴越多钱了，那我干嘛？所以当时有些声音有一些想法是这样。好，那这讲到这里之后，这个都是甲方观点，所以甲方就是 APR 这个观点。那我们现在来做一点点思考了。那你认为上面的这些诉求合不合理？那如果你是乙方，例如说你是世界总部，或是你是欧洲区或者那你要怎么辩论？
也就是说你不要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说，我说因为我觉得我被剥夺了什么什么，有时候你要去跟人家争这些权益的时候，那有时候你先 put yourself in their shoes， 就是把你放在对方的这个角度去思考以后，然后你才比较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回应嘛，那你如何来辩论？好，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家觉得合理不合理？我们来，我应该弄一个东西让大家投票表决一下，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 APR 这种抱怨合理，或者是你如果觉得不合理，那你可不可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开放一点，就是大家讨论一下，你觉得合理不合理？我希望大家有人可以回答一下。不合理啊？你说不合理？讲那么多钱，然后投票数那么低，不合理。就是我们的权利相对于我们的这个人口这样子，所以你认为就是亚太区的这个当时有一些这个委员们或者是有一些会员的诉求，你认为他们这样的诉求是蛮有道理的，是不是？是的。对对对。嗯哼 ，OK， 好，那我现在就。我想要真正去厘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先了解一下这个制度跟缘由了那这里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童军的宪章那这里我并没有要去讲细节，我只是先 highlight 第一章就是童军运动的定义，第3章讲会员这个会员国的必要条件等等的，会员的权利义务会员的停权跟除名等等等等这个然后第4章在讲这个世界领袖会议，就讲这个投票制度好，所以这个 highlight 的地方是等一下我稍微触及的第12条会议的进行，然后第5章是关于世界委员会它的任期等等，然后世界总部秘书长的功能等等，然后接下来各区跟世界童军组织的关系等等。然后第23条，第8章和第23条讲到财务，那也就是这个费用，各会员国的费用怎么讲？首先我这里要厘清一点，这里我刚才提到这个会员会费 ，Person fee， 这个 fee 呢，这个我是在讲说我们每年每一个总会要交给世界总部的钱，跟你去参加世界大露营那个每个人。每个人分什么 A 级、B 级、C 级、D 级要缴的钱，那是另外，因为那是个人你要参加活动去缴的。我现在讲的是每个委员会固定要缴的缴给世界总部的钱。好，那我们谈到这个世界领袖会议的投票，所谓的这个宪章里面讲的会员，这里有会员指的并不是我们个人我们是中华民国童军总会或某一个童军总会的会员，但是WOSM的会员是指会员国，所以它的会员呢就是这个160几个，到现在已经170几个它的缩写就是它是 National Scout Organization 的缩写。那不管是领袖会议还是区域的它采行的是每一个会员有6票，而且是采可分散投票的制度。也就是说，今天有人提案某一个议题，那每一个会员国都有6票，那你可以6票都赞成，你可以1票赞成，4票反对，1票弃权。那你也可以3票赞成，3票反对。那有人会问说，那你干嘛还投了？那大家知道这个制度的原因吗？大家知道这个制度的原因，为什么要6票？弄那么麻烦？那你一个
以前的这些欧洲的小国不大，不同的。哦，是的，就是说，主要是因为某些童军 NSO 呢，它是国内多个童军协会，这时候这个协会我们称为 NSA 哈，所以这个名称 NSA 所组成的。这种情况在欧洲特别多，例如说有些组织它有2个协会，就一个是男童军，一个是女童军，那有时候它是不同宗教组织的，哦，但是沃森的宪章规定，一个 sovereignty 哦，一个就是主权国家只能有一个 NSO。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不能说啊，我这个会员国我有这个男童军、女童军，我要各自都参加，不行。例如说你在这个主权国家呢，你就只能合并成一个。哦，所谓合并并不是实质合并了，你就是变成在它是一个会员。哦，所以它的组成并不是说你实质上在国内的权利要这个组织要合并，而是说在波省开会的时候，你必须要对组成一个波省的会员。那例如说 A 国的 NSA 可以有3个 NSA 局，那他们就可以事先将这个6票做合理的分配。哦，例如说它可以是222哦，每个 NSA 2票。例如说它的国家里面有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啊。就各2票，也可以根据他们的那个童军人口，例如说第一个这个 NSA 很大，第2个比较小，那这个他也可以去做分配，这个都是他们内部去协调。那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提出一个议题，那当然这个 NSA 哦，例如说我有2票，你有2票，我们就各自去投票，那就会导致说，这2个组织赞成，那另外那个组织反对，哦，他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投票。不过这种情形对我们来讲，对亚太区的会员都是单一的 NSA 所组成的。比如说中华民国童军总会，我们就是单一的组织。那女童军并没有跟我们分享在 WOSM 的权利，他是在这个 WEX， 就是在世界女童军主任，他们去参加他们会员，哦，他们比较不一样。例如说 NSA， 例如说，之前像这个波斯尼亚，就是之前发生过很大动荡战乱的这个波斯尼亚和这个名字 Lolo 等等，哦，这个，那事实上 NSA 的 Federation， 它合起来这个 NSA 呢，事实上有3个，哦，那这个3个呢，都是当时在战乱的时候的，就基本上可能不同种族啊，不同的什么，哦，那去知道这些，也就是，例如说那时候上次这个我们孙孝明啊，或者是那个赖彦成啊，他们要开始去选举啊，那开始要去跟各个国家拉票哈，然后大家才会意识到说，这个你也不能讲错话，你今天跟这个的代表团哦在讲这些哦，那你在那频频称赞说你们谁，那你可能称得到他们另外不爽的组织或者是什么，所以这个我们宁可讲话保守一点，因为你不晓得他们这个分的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哦，那例如说以色列的合起来这个 NSO， 这个名字也是 Lolo 等这样，哦它是底下有好几个，一个是希伯来 Scout Association， 这个最大，然后他们里面有阿拉伯人，对，就是，然后这个另外还有这个不同宗教组织，例如说它也有天主教啊，哦，它有这个 Orthodox 就是东正教啊，你看它就有6个哦，以色列、阿拉伯，它这里就有6个 NSA， 那6个 NSA 可能在这里我不晓得他们票数是怎么分配了，不过既然6个，应该大概每个人至少都要1票。那在亚太或世界的要选举多位委员，那这时候有时候更复杂。例如说，假设30个人参选，你要选出5位委员。那过去以往这个制度有些改变，以往就是说每个会员国你可以刚才讲说每个会员国都有6票嘛，那你这时候就可以有5位委员，那你就有这个5乘6票，
那有时候它的限制说至多挑出5位候选人，然后每个候选人可以至多投6票啊。所以张三李四王五陈大，然后这种你挑出5个候选人，那你可以投6票6票6票，你也可以投6、5、4、3、2、1，好这样。那假设你对某个候选人投了7票，或者你投了6个候选人，那就变成废票。但是如果你只投1位候选人啊，然后只给他4票，那还是有效票啊。但是后来这个2022年首次的线上会议，因为那时候以前都是一个人一个这样去投，那你投下去，你高兴什么？你比如说你这张票，我本来可以投这个5位候选人，那每个人都给他6票，那万一你这个人投的时候，我就只投给他4票，那基本上你也很难说去不让他投，但是线上会议改成用电子投票之后，就有些改变。那时候那一届要选12位世界委员，所以 NSO 有72张选票，那这次取消了，就是说至多挑12位候选人，对不对？但是保留的对每位候选人可以至多投6票。那但是他鼓励你要多投，所以72张票要投满。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说，哎呀，我们有这个盛孝明要出来，对不对？那其他人我都不投，我就只投给他，不行，他那个按钮就送不出去，你一定得其他人，你不能你有这个72张选票，你不能只投6张给盛孝明，其他人你都不投，不行，投不出去，所以你其他也要去投啊，怎么样投？你到底真的要选贤与能还是说你是纯粹为让自己的候选人胜选啊？那个天地良心知道啊。但是反正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例如说你那一届有24位，雨露均沾的，张三1票，李四2票3票，但反正你总数你没有72张，你就送不出去了。好，那这个会不会改？其实他要这个不在宪章里面的规定，所以他只要这个会议半年前或者一定的时间内决定告诉你说，我们的这一次的投票就是怎么样，那你就得遵守。那会不会改？所以有可能会改，所以你每次要去相当注意说他的规定是怎么样。那基本上每位候选人的有候选人的这个 NSO 理论上这个都是互相利益冲突的，张三当选，李四的落选的几率就高嘛。那刚才上面的那个方式就是要避免说你只投给本国的候选人，都不投给其他。不过这个也不是没有缺点了，像网络投票，很可能你就以前你那个亲手去那个投票，那我可以当面说，哎呀，我一定支持你，但是我投的时候不支持你，那个我自由意志投票。可是现在你看看这个，你用这个电子投票，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弊端。你即便是在同军然后比如说你可以用 screenshot 那可能我真的有投给你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变成组成这种小团体那候选人就倾向投给不会影响自己当选几率的人。那这个是不是能够达到选贤与能也很难讲所以同军也是人那像2022年亚太会改选5名，任期一满的通常为半数这样子。那由于2020年的这个新的网络投票没有在亚太委员讨论通过，所以他们还是采取之前的就是挑5位候选人，然后每个候选人至多投6票这样。那一次就是杨教授顺利当选。好，那现在再介绍一下沃森会费的计划。身为沃森的会员，你每年要缴这个沃森费的义务。那这个费用是怎么算的？2021年的会费计算是依赖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国民 GNI 由低到高分成4类 A、B、C、D。GNI 就是跟 GDP 有点像，不过这个我今天不去讨论这也就是国民生产所得等一下我会再稍微介绍一点。那例如说1000
1000元以下的，它的 NSO 数目大概有43个，哦，会给一个 multiplier 基数 0.1， 然后这个叫做 A 级，然后这个你的收入在这里的是 B 级，然后1000以上的会员国有38个，这里 multiplier 是 1.1， 这个我等一下再解释 multiplier 要干什么。好，那所以分成 A、B、C、D， 那这个首先跟例如说你要去参加世界大陆营或者参加这个领袖会议的，你的收费就有关了啊。你是这一级的，那你的收费哦，参加世界大陆就收的比较低，那你是这一级的，你就收的比较高。哦，那这个是主办国去定的。那这个乘数是干什么？就是乘以各国的这个童军数用的啊，也就是说，刚才讲说 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 是国民生产毛额，那后来联合国将 GNP 改成说 GNI， 对，这个 I 就是 income， 那 GNI 就是 GDP 再加上国外的净所得，哦，例如说以前 GDP 是国内生产毛额，那这里如果你有在国外这个一起纳进去，但是你如果是赔钱，那这边就是负的，哦，所以是根据这个世界银行这个去计算的。那各国的这个地区的这个名目的 GNI 列表，刚才列出的这个，哦，那举例来讲，像瑞士，全世界那时候这个在2023年，2018年全世界第1名了8万多。然后新加坡58000多美金了哈，那时候台湾排第30名，25000多，这是2018年。那在2015年的时候，台湾才2万，然后在2005年才13000。好 ，OK， 那这个是这些国家的排名。那我要各位看一下，就这个注意一下，就像泰国，等一下我会以它为例子，还有菲律宾。好，那像菲律宾 B 级啊，就比较便宜的，泰国 C 级啊，然后中国它的这个 GNI 啊，它没有超过1000，刚才说一次就是没有超过13000，在基本上它就是还是排在 C 级。那我知道最近世界总部常常有或者或多或少在那边刁难我们了哈，就是这个从一些名目的刁难。我有时候开玩笑讲，你真的那么喜欢说啊，就是不提台湾，那这边跟拍中国的马屁，那干脆我们就交C级的钱就好了。对，哦，那但是这里有些问题，就是说有些亚太区的会员国将童军视为半义务教育啊，也就是说规定你的，就像我们30-40年前那时候。应该说是不止了，是50年前，50年前那时候就是所有的国中生都是童军，好，那现在来讲，像泰国啊、菲律宾或者是印尼，他们有一点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童军人口为什么那么多但是你童军人口这么多之后，那刚才这个制度就对童军人口数的这个造成一定的负担，就是因为你是用童军人口数乘上一个 multiplier， 那所以你100万，你100万人，就比你只有10万的人，假设你这个从10万人成长到100万人，那你要交的会费就成长10倍了。好，那历经2011年的领袖会议，到2017的讨论，然后就决定2021年采用新的这个制度了。好，基本上新的制度还是延续用 GNI 分类之后用龙头基数去乘的方法，就是说。刚才这里有一个图，就是说，看一下，就是说，你这个级数的时候呀，人越多，的确缴的数目越高，但是它乘的这个基数是0.1啊。至于说你收入 A 级的，那乘的基数是它的10倍以上，你多一个人你要乘上1点，例如说，这个低级的国家平均来讲就是差不多。一个童军多一个童军，你要多交1块钱。
那 A 级的你多一个童军，你要多交0.1美元，哦，大概是这个意思。好，那刚才讲说，刚才这个新制度还是延续了这个 GNI 人口成长基数的方法，只是说增加了很多 cap， 因为它这个新制度实施下去，他会发觉就是说，有些国家他要缴的费用要命的高，他根本无法负担，所以就弄了一个掐头去尾的方式，就我就你弄一个这个缴钱的上限，你不要弄了啊。那你亚太区有这样子，那接着各国各个区都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所以它变成弄了很多的这个 cap 哦，去切，那每个 cap 都有它的理由，也不是一致的 cap， 就弄得很复。它原先的方法是说，我希望制度简单，然后这制度的简单之后，你会发觉很多国家执行困难，那所以弄了很多 cap。所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制度，但是弄了很多特例。好，那有些国家，例如说泰国，你看一下啊，它的2003就是在之前缴的会费是根据它的国民所得是2100多美元，它是属于 B 级。那时候它的人口数就是童军人口数是100多万人，然后他要缴的费用是什么？就是大家对这点就是13.6万多美金每年要缴的会费啊。好 ，OK， 那你看看哦，到了2015年，他的所得有成长了，他成长变成5000多，那基本上他还是收入不高啦。你说2000多。成长到5000多，哦 ，OK， 但是照刚才那个分类，它是从 B 级跳到 C 级，按 B 级跳到 C 级，刚才就是说你乘的那个 multiplier 就高很多咯。所以根据你这样的童军人口，那你要缴的会费是多少？从刚刚的13.6万美金，直接暴涨到46万美金。那泰国听了，他哪有那么多钱？你本来要缴13万多，你现在表有4万6， 46万多，那你叫他怎么缴？那怎么办？他就少报人口嘛，我直接把童军人口砍半，然后我这个费用就也直接砍半。那这个就当然变成一个很contradictory， 就是有一点荒唐的这个情况啊。那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 cap 啊，税务总部说这个我们不能这样的情形，你还是请你这个人口诚实报上来，但是我给你弄一个 cap 哦，就是我把你例如说我就定在这个15万或者是14万。我就切在这里啊，反正你这个怎么算没关系，算出来根据公式算出来很高，但是我这里给你弄一个 cap， 弄一个底到这边你就停住了。好，泰国这样的，那有没有世界100多几个人？有没有其他国家碰到同样的？有啊，每个碰到的情形都不多，都不同。那所以这个 cap 切到这里，另外一个 cap 切到哪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一个 cap， 所以这个制度也弄得很复杂。原先这个公式非常简单，但是你为了简单，所以你就变得很复杂哦。这个是很自然而然产生的情形。好，那我们刚才谈到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边来谈，这个就是刚才有讲到2016年制度啊，2021年新的会费的制度。好，那时候6大区对窝省财务的贡献，也就是他缴这个会员费的比例。好，我们先看这个啊，这个是2016年改革前的37、27、32，大家再来猜猜看，哪一个
哪一个地区对沃省财务的贡献比例最大？37这个是哪一个？亚太啊？亚太亚太区。亚太区。第二大是什么区？32%，猜猜看嘛。IA in the America。啊？美国。in the America。好啊，我来公布答案。欧洲。我告诉你，APR 才占27%，美国就是主要加拿大，这里虽然是美洲区的，当然最主要还是美国跟加拿大贡献最多，欧洲区贡献32%，亚太区27%，那其他的这个什么欧亚区呢？那根本就是0%了哈。所以跟你刚才讲的说，好像亚太区出很多钱或者什么，真正钱送到世界总部的还是欧美。欧美这边占多少？占了69%，占了69%。亚太区，抱歉，你人很多。刚才说那个什么，那在救治之前，你还是缴了GNP 啊。不过亚太区那时候吵，那时候这个赵先生当主席哈，反正在主持会议，我都在旁边跟着听哦。那2021年做了一些改变之后，新的比例是这样。美洲贡献52%，特别是美国。抱歉，那时候要不吃代志，还没有解散，还没有破产之前，它贡献很多，52%。欧洲区这一块改革了之后，的确对亚太区有利，亚太区贡献比例只占16%。2021年。只占16%，所以从过去以来，欧美国家刚才讲的这边过去就占了69%、70%嘛，那这边甚至达到了80%。以前欧美就贡献了70%的会费收入，亚太区虽然超过人口，虽然超过同均人口的75%，但是你只贡献了27%的收入，然后。2021年新制之后，你甚至降到了16%，你的人口数还是占75%，但是你财务负担你占了16%，欧美增加到80%。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欧洲区好像他在欺负你亚太区，可是你是从人口，刚刚你让他觉得很有道理啊，对不对？他从这个观点来看，我搞他嘴急，我都说了，那你人那么多，但是你人那么多，是我要花很多人力去服务你。通常办一个活动，同你缴的会费，通常是不足以支应那个活动的。我们自己办活动，我们知道，通常我们还要照政府补助啊什么的。那办活动都是贴钱，也就是说你来参加，你花，例如说你花1000块美金来参加这个活动，事实上我是花2000块去捧台历的，对不对？这个你现在我们办过这个世界罗浮大会，然后未来要办，大家知道这个，你事实上差不多这个比例没有错啊。那所以你的人多是你享受的多，但是你的财务上面有没有贡献这么多？哦，所以如果说你用同均数来分配，是不是叫公平？哦，是不是叫公平啊？所以他们从这个观点来看，然后就跟亚太区。刚才你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就有一些冲突了。那其实我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看得很清楚了。那我觉得对亚太区刚才那个说法，我只要一句话，我认为我只要一句话就把亚太区的论点打死了。如果你什么照人口数来分配，
你今天这个制度，他们要求，哎，我们人口最多，我们希望我们的投票权也比较多。好，如果你认为这个是对的，我那时候就跟 JR 讲说，哎 ，JR 那时候也就坐在两边为难嘛，因为他是沃森的聘雇委员，但是他要对亚太区的委员负责。我跟他讲说，其实人家只要一句话就把你打死了。我这句话是说，如果你认为你的制度用人口数分配很好，比较公平，那你在你亚太区先实施嘛？你在你的亚太区先实施嘛？那亚太区，我跟你讲，亚太区，印尼占70%，印度占12%啊，所以如果照同居人口来决定亚太委员的数量，或者什么，那第一个印尼一定保证当选嘛，对不对？印度一定保证当选嘛，泰国一定保证当选嘛，那中华民国就不要玩了嘛，台湾就不要玩了，因为你占的是多少趴而已，这些其他国永远没机会的。所以你说按照投军人口的比例来决定的权利合不合理？你如果认为合理，你在亚太区先实施啊，你实施给我看啊。台湾一定反对，我一定反对，对。而且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印尼一定可以当选啊，印度一个当选，那他会不会推出好的人选？他不用推出好的人选，他一定派他的这个 Chief Commissioner 身份，因为他一定当选了，他一定当选的人，他就不需要推出好的人选，因为他不需要竞争，那对整个区整个会议一定是很糟糕的。哦，所以刚才讲说APR 虽然 account for 75%的会员，但是他贡献的财务的贡献是16%。那 APR 的数目在沃森的占比，在过去27个会员国、165个会员国的时候，或者现在增加到170多个会员国、30个会员国的时候，你看这个比例是吧？这个比例，十几趴，不，应该有没有不到20%，十几趴，差不多就是这个比例。也就是说，你的会员国、你的投票、你的票数，跟你的财务贡献度是差不多的啦，差不多的啦。你贡献的世界总部的财务跟你的投票的数目是差不多的啦。从这个观点，欧洲区或其他国家区当然认为你有什么好争的。好，那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好吧，那如果你真的要这个制度，那你 APR 先实施给我看嘛。首先 APR 就吵翻了，因为这个比例比刚才那个更悬殊。好，那各国的 NSO 也不可能根据这个同军数来分配这个席位嘛。好，那你如果自认为公平的制度自己都不敢实施，那你怎么会有脸跳到沃森说你应该这样子实施呢？好，那我国童军总会的沃森地在我们大概有5万多人嘛，所以我们每年大概都缴收5万出头多啊，那这相当于就是每人交1美元。那所以就童军来讲，你缴的60元，里面有一半就是去缴了沃森地。那你这个沃森地是什么？就是让你能够去参加世界大陆营或者各种会议、各种研讨会的这个权利金啦。你有这个会员，所以你有权利去参加这些。那刚才讲说，
每位童军你缴了60元，有一半是转给我省，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利。你缴了这个60，每年缴税虽然不多啊，但是既然缴了沃森费，那你就努力去参加国际活动吧。好，那刚才这边是亚太区这些国家对就是我们这一区缴的这个会费的这个贡献。那在这里当然菲律宾虽然刚才讲说，例如说印尼，我找一下印尼。印尼虽然人口最多，但是只缴10%，反而菲律宾这还比较多。那至于说韩国缴了15%，日本12%，我记得台湾在哪里？台湾贡献了4%，我们的5万人，大概是这样。那所以我做一个结论了，就是说这些争议的来源就是投票权利是用 NSO 的数目来计算，那缴钱的义务是用童军人头来计算。那你如果 argue 说人口多就应该享受更多的投票权，那事实上人口多并不是说你只是应该来讲说你并不是说多尽了什么义务，而是说你多享受了沃省服务的权利。那如果你没有因此缴比较多的钱，也很难讲说你就是多尽了义务自然不然因为人数多就要求比较大的权利那当然这个我当时也不会去跟 APR 这些委员们说了变成我是这个 Western mind 当然像对照组中欧洲区有没有一些他们常常提出来的情形，说他人很少，缴费缴的人少，但是他有同样投票权利没错，这个是事实，这个需要改善。刚才讲说什么圣马力诺红军只有几百人，他跟我们一样是6票这个是需要改善的。那改善的方向我觉得可以拿台湾的方式来比。我现在把这个 WOSM 还有这个各区还有 NSO 的关系对比成总会跟县市跟团的关系我们这样来讲，台湾的3项登记费它是兼顾团体费，比如说你团登记费500，还有一些人头费这个童军费这个60，每个人要缴的60或者160，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制度那各县市理事会的投票数，也就是依据他区这个县市里面的这个团数来分配的，比如说20团得1票这样类似。那如果某个县市童军人口没有去改变，但是他增加团数，那好了，那你代表数就增加没错，但是反过来就是说你的代价就是要付出比较多的团登记费你付出比较多的财务的贡献比较多但是你分配到的这个费用就是人头费不变那这个是他的牺牲。反之你如果增加团的人口数，想要降低，想要少缴一点团登记费，那你的代表数就变少所以我觉得用这种团体的费用跟人头的费用合并的方式可以去达到一个平衡。那所以刚才说目前的沃森币是用人口数据去计算的，然后权利是用 NSO 的个数，例如 A NSO 6票。那未来是不是也可以朝这个 NSO 有个基本费，然后乘上童军人口的数，但是这个乘数就比较少一点，也就是说像圣马力诺这种几百人的国家，我就是你要单独一个 NSO， 你要有同样投票权，你本身就要收到一定的这个钱，然后另外你的人口数，你的人口少，你这边可以少交，但是你是低级的国家或者哪一级的国家，你这个基本费你还是要缴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我在这个小组里面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了那这是我初步的一些想法了。我想就是讲到这边，就是请各位伙伴指教一下，看看你们的想法。
NSO 的基本费应该要有啊，因为我们新加坡也是有分团的费用。抱歉，我这样听不太到。我把对啊，是的 ，OK， 因为我说新加坡我们也是有那个团的费还有人头费，所以我说觉得 NSO 应该要它团费，它的 NSO 费再加上人头费，这样不保证那个operation 的不平的。肯定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不知道你怎么样去推广给沃森的这一块。抱歉，你再讲一次，因为我这边有点漏掉。比如我说这个的费用分布是很好的一个建议，那你怎么样去推广这个费用给欧洲区或者Inter-America 区的其他的伙伴、其他的region 看到这个公平的算法？这一块怎么去推广这个？我们那个工作小组，就是4月底的会议，那我会去做一个初步的报告，就是把以前的情形做一个讨论，然后大概我大概会有两个人去做跟那个 Pasani 那个以前的世界组，我们会做，所以我现在也要做一些 homework， 然后就是可能做一些简报，然后大概会把我了解的情形讲。那我也很需要像 Edward 这样的老经验的伙伴给我一些 feedback， 一些想法，免得讲出一些啦，就是说我刚才讲说，我们不只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嘛，我们有时候要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去做沙盘推演，别人会提出什么样的。那目前我们这个小组并不是在这投票的，只是说把想法提出来这样。因为例如说像有些亚太区的伙伴当时也提出来，哎呀不要弄这么麻，就是说他就说我们就是每一个 NSO 都缴一样的钱，这也是一种想法，那就是根据 NSO。那当然，目前的制度是根据 NSO 的同军人口数，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根据 NSO 的数目，那这是两个极端了。就像是sorry， 那个 NSO 的那个费用也是可以分 A、B、C、D 嘛，就是如果是你的。NSO 是属于 A， 对啊，就是 A、B、C、D，A 级都缴同样的钱，B 级都缴同样的钱，这样子。它的那个 NSO 费不一样，就是你是根据你那个所建议的，就是你一个 NSO 的它的 GDP 和 GNP 的它的能力范围。对，说你的团费，说你的 NSO 费也要根据 A、B、C、D 来划分它的基本的那个费用的。对。NSO membership fee 的缴交的能力也是根据那个 ABC 来划分，在于 ABCD 的人头费也要根据 ABCD 来划分一个不同项目。对，所以它会比较更细，或者你觉得 ABCD 4个组块比较太大了，我们可以再细分 ABCDFG 或者6个小组，那它的费用会比较降低，比较平民化或分散化，也可以走到这个方向去算这个基本的费用，所以我们可以分得更细，分得更细。其实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你现在只分4个 level， 就是我刚才讲说太大块了。对，刚才讲说泰国那个情形你的收入只比去年多赚了几百块，哇，那你就跳到另外一个税级突然要多缴很多的费用，也就是说你多赚了100块，结果你跳到那个税级你要多缴1000块。这个也是跟每个的工作的工作我们打工仔也是一样嘛，你的薪水跳过1级，缴的那个税金是更加的跳动，也是一样的嘛。同样道理的一样的目标，对，给他的贴来某。可是我们真正在缴税的时候，我们虽然跳1级，但是并不会真的多缴很多啊。对，所以它有一个它的考量，对不对？所以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在缴税的时候，大家投票有投票权，但没有那么
他政府不敢那么简单粗暴，对，这样一定很多人抱怨嘛。你多缴了你多赚了100块，你的税因只要多缴1000块，这一定会有人起来抗议嘛。所以他的制度就会弄得比较杀头一点，有像税制这样。好，但是相对来讲，类似，对，但是相对来讲，这个制度就比较复杂一点，对。那你要容忍一些复杂，你才能把事情弄简单。那所以我刚才讲说，之前想要弄简单，结果最后的结果是很复杂，你弄了很多 cap。阿根廷也是从 B 级跳到 C 级啊，反正有几个国家刚好都就去年人民很勤奋，多赚了一些钱，结果一看哇，跳1级会费要增加好几倍，这种国家就是未来还会持续发生。对，因为每年国家有些从 A 级跳到 B 级，有些从 B 级跳到 C 级，就迟早都会一直发生。所以，但是我之前也有在就2021那时候也跟 Peter Black 也做一些讨论，但是我那时候有想一些比较稍微我自认为 sophisticated 的 model， 然后弄起来好像就比较符合交钱的现状，但是我发觉就是说我这样子是不对的，就是不符合人情。因为你刚才看到美国为什么缴那么多，并不是他因为公式算出来他要缴那么多，而是他没有是他不用缴那么多。他说我 donate， 我就300万美金我 donate， 所以他的那个派就变高了。那如果我用公式去计算，变成他是理所当然要缴的。其实这个人情上就不成熟。如果是我宁可说我虽然我同样我最后要缴500万美金，但是我宁可说我照规定我要缴200万，但是我donate300万，我缴500，我不要说你一开始就说你必须要缴500万。这个你算得太好也不行，你要给人家一些这个暗爽的空间。这怎么讲？这很多现在发觉有很多心理层面要去考虑了。你同样在国家数，你叫圣马力诺，他的只有230人，你叫他缴费用，本来要缴很多。我想欧洲区也一定反对，这个投票最后也不会过，因为欧洲区他们团结起来，最后这个东西还是过不了。所以可能很多事情要经过慢慢的讨论了。那我觉得像 Patrick 啊 Edward， 你们很多就是你们或许可以给我一些这个 message 给我，或者是一些你们的一些想法，然后我想办法把它融进去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是，还有请伙伴在发言。今天我觉得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枯燥的，都在讲钱，讲开会，大家都喜欢讲，大家都喜欢参加同居，不是来搞这些事的，大家同居喜欢交朋友啊、露营啊，对不对？那可能像这个David Lai 啊这种会议咖的这个，或者是会比较想要了解一些。我想请伙伴多谈一下你们的想法、经验。我这里讲的可能也有些不是完全正确的，那没关系，跟我提一下。好，这样子好了，我们有人发言是吗？好，来请。谁呢？连教授，我是小马。是。我想要问，我们要提什么建议？我只是很好奇，就是他不是用 GNI 分 A、B、C、D 吗？对。但他中间这几句他是怎么来？就比如说他到 D 他也才13000以上。就是他 A。那个是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分的，所以并不是童军发明的这些吧？他大概就是说分成 A、B、C、D， 大概的意思说这4个级距呢是有点像 quartile， 就%位数，就这4个区的这个国家数差不多。但是例如说世界200个国家，大概都是这个每个区大概40-50个，40-50个的。当然。童军的160几个、170个，这个会不一样所以它
因为它并不是像全世界的所有的那个 region 或者国家那么一样，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它这4个区域都是差不多30个国家、40个国家、50个国家左右在这边变动。好，了解。所以我们等于是用世界银行的方式。对，你也不敢乱定，你自己乱定一个说我从这边切，那被切到的国家会把你骂死啊，对。要个世界公认的一个算法，世界一个是没有人会去挑战它这个 ABCD 的这一块，就是这样子咯。对啊，这个世界总部当然不敢去乱砍。好，谢谢。David 有没有或者伙伴常常在接触这些事物的，麻烦给一些建议吧。那教授，你的那个技术，你这个这个 NSO 的技术，你打算是放在多少价位？10,000块还是20千？你说NSO 这个5000、10,000。还是你是说一个会员的一个基数乘以多少8成是成本？对，会员的人头费的比例乘以多少比例？对，还有这个 NSO 这个不知道，这个我讲就是这事情，例如说，例如说我这里台湾的伙伴或者香港，我们很多住社区大楼，很多住社区要缴这个社区管理费，对不对？社区管理费，你觉得是以每一户，就比如说你这个社区有些房子很大，有些房子很小，有些是那你认为每一户都要缴同样的钱，还是说坪数大的要缴得多？这个跟这问题有点像。坪数大的，对，坪数大的，但是可是你坪数大。我家里我说你给我，但是我坪数小的，我可能住的人多，你就说你对我的管理啊，对我的清洁啊什么，清扫这些，其实你对我服务一样啊，所以就说你以坪数算是一种，以户数算是一种，坪数再加人数的一个 average 还是对一个 ratio。对，例如说各半哈，这个就是你费用一半是来自 NSO 的费，一半是来自就是人口数的，对0.5，那你也可以说0.6、0.4，你也可以说0.7、0.3，那这个就中间的bargain，对不对？一个不错的提议啦，这个就是分两个部分的缴费的一个是比较公平的。对，麻烦 Eder， 你再思考一下，有些东西你就在 message 给我，我们给思考。我们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可以找1、2位欧洲或美洲的人员进入你的讨论区，你跟他分享，说看他的看法，看他从他的观点去怎么去觉得这个会不会很公平？如果他觉得公平的话，那么的几率会比较高的，接受这一个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机制。是啊，对，对，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思考的观点，对，不过反正未来像是就做的一些简单的报告，我想也会听到各个不同的区，或者以前设定这些办法的前一次的一些的那个下面有一个 Trump formula， 叫什么呢？来，就你的 Trump formula 给我们一下。对啊，Trump formula 就是因为这个回归到还是其实是大家去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权力的探讨，因为这等于是权力因为这个金钱跟这个权力的。就是一定会有互相的回应，其实就跟 Trump 现在这个世界国际的现况是类似，所以有一天或许可能这样的组织也会走向濒临这样的一个状况，但这是大家不乐见的，因为没有一个公司是一定会对于
所有的国家是公平的，只能就趋近，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啊，这么多的协定去规范说彼此之间的。所以我觉得，因为之前其实有听过教授有提过这样的算法，但我是觉得也蛮赞成，因为其实就是跟我们缴税的这个机制是一样，只是说它放大到人口数这么多，因为我们也只有台湾也只有2300万，可是因为像有些国家他们可能是几亿人口，换算下去，其实他们可能也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一些负担啊，对啊。但是其实这个真的是没有一个一个真的公平的算法，对啊。对，哦，然后以前他们观念上就是我刚才讲说那个比例，就说哎，你100个童军缴的费用，你200个童军缴的费用就是100个童军的2倍，300个童军就是100的3倍，用这样子这个 proportion 的概念。那有时候我是在想，当然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复杂，就是说我觉得依照这个，比如说你如果 get over the hump， 就是通过一个节点。我觉得说，哎，你童军如果超过一些，那以后你就不要。例如说圣玛丽，如果他如果童军如果现在200多人，他增加到1000多人，那理论上我觉得在他人口比例一定的比例之后，青少年人口一定比例之后，我觉得他再增加，我们就不要去增加太多了。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 get over the hump 之后，就是说例如说印尼啦。你现在要鼓励童军人口增加，他现在假设童军人口超过500万人，后面的增加的你就去增加吧，你要增加到3000万也欢迎，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是说你 get over the hump 的时候，你增加费用应该很少。我举例来讲，就是说例如说你去 7-Eleven 你去买个汽水，你 buy two get one free， 我的类似这样的观念，就是你买越多，你基本上并不是这个你后边的价格应该越便宜。那这个观念不知道怎么样融进一个tier吧，一个比如100万人是增加1%，在200万人之后这个0.05%，但是在500万里面有0.05%，对啊，是不是一个类似的一个递减的一个方式？说对，一个递减，一个 get over 这个 play two 之后，你就比较平了，就是非常上升的缓慢。也就是说，那你 get over 这个 hump 之后，你会觉得说我再增加没有影响，对不对？那你就很乐意去增加。对。但是这不可避免就会把共识弄得稍微复杂一点，所以我现在就说，怎么样简化，不要让大家觉得这个很可怕然后你要去到时候世界会议要去 promote 给各国的时候，大家要听着。不过我觉得像他们之前弄一个封面说，没关系，这个封面弄出来，不管它多复杂，反正就弄个 app， 你回去自己算嘛。我童军人口多少之后我会多少，然后你如果发觉最后我缴的钱其实不会增加很多，甚至更有利，那这样反对的声浪就比较不会少，而且就比较不会多。最主要是想要克服，就是说你从 B 级跳到 C 级，或者 C 级跳到 D 级，不是那个暴增的这种情况，让它缓和 smooth 掉。不要弄一大堆 cap， 每个国家碰到这个情形来跟那个世界总会秘书长吵架的时候，他就说我就给你设一个 cap， 把你压下来。对啊，当然也可以啊，这也是一种方法。sorry， 那你的 cap 需不需要通过会员的一个大会来？当然，这个我们都是一些就是纸上谈兵的一些，这个要2027再做一些讨论真正实施还要再，如果大家都通过，真正实施也是要在下届。那这个实施搞不好要我不晓得是要半数同意还是2/3同意，我就反正这个这应该没有牵扯到宪章，我不晓得多大，但是这一定要这个 World Scout Conference 要检查一下那个 Constitution 到底2/3还是要多数过半，要检查一下。要改变这个，例如说，我们社区的管理费这个要调高，要过2/3，对，这个钱的事情，对。不过，即便上次这样，
大家以充分沟通有一个理解之后，那上次还是通过。2/3 David I 说2/3，我想跟钱的事情有关的，对啊。那么现在每一次他们设计他的 cap 来讲，需不需要会员的单位的同意，还是秘书处就可以决定？那不可能，那一定是秘书长，那时候就阿嬷就是然后去谈，然后去切，然后就同意了。弄一个 cap 就不需要这个的，对。其他国家不会反对吗？他的 cap 就是说你的 cap 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也要这个 cap， 他也这个 cap， 跟大家不是路上的政党不是乱。所以变成就是说，对，例如说像泰国的情形，我想大家会心有戚戚焉，说对啊，他一下子这样暴增这样，你会觉得，对，但是就是说，那你自己的国家你自己有增加的时候，你也会想说啊，我怎么突然增加这么多？那我要不要去讲？那变成这里有多少个 NSO 去讲，我就不知道了，这个能。反正他就说，那时候的情况，阿妈的想法说，这个制度下我们就先实施，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就来跟我谈啊，就是这样。那时候坦白讲，美国是很慷慨的，在那就基本上有他撑着，所以其他国家少缴一些 ，OK。那最近这几年的情形，在美国做一些改变之后，情况怎样？我没有最新的数据啊。好 ，David， 有被教授点名了，那就来说一下。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今天就是来上课跟教授学习，因为以前也有听过这些争议，但今天是比较完整的了解这个制度。然后我觉得之后也许其他人还会再讲的，就是那个商标的费用吧，因为现在换了新的 World Scout Emblem。那其实就我刚刚知道的，我有提那个多数决的部分，世界童军的宪章就规定4个情况下是2/3的 majority vote， 一个是加入新会员，第2个是驱逐现有的会员，第3个是这个调整就是各国的会费，然后第4个就是宪章的修订，就只有这4个情况是2/3多数决，其他都是2:1，就是简单多数决这样子。简单多数票。对，谢谢教授。好，谢谢。各位伙伴，或者你在会议有没有什么碰到什么当然，其实我看，即便有那些情形，他们在那边讲的义正言辞的时候，我在旁边也都是对，赞成这样。但是有时候想想，就说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观点嘛。但是这个真实的话，有些数字也骗不了人嘛。杨教授或者是那个谢教授，请指教一下。没有吗？没有，我买起来听一些经验的啦。但是反正国际事务嘛，我们从连老师这边学习很多，但是也确实未来有更多的挑战啊，我们继续来面对。真的，谢谢大家。好，主持人。那，哪有办法发言？
是。都没有问题，我跟连教授请教一下哈。就是说，这里所知哦，WASM 或者是 APR，它年度的支出跟它年度的收入，然后各国的费占它年度的收支的状况大概多少？那我知道WASM它也靠了很多国家的几个富有国家有很多的捐款，还有贝登堡之友会等等这些捐款。那到底这两个组织啊，跟我们有关的这两个组织，它的年度的收跟支的状况，然后从会员费占大概它年度的多少的一个比例？是，好，这边我先回答，我知道这可能给杨教授等一下可以补充，就说其实 APR 的这些费用其实跟我们缴的会费实际上不是直接的关系，就我们缴的会费通通是缴到 WASM， 就是上头这个组织，然后这上头的组织再去根据APR 它要切几块 APR Office 要分多少钱，哪些要分多少钱，哪些要分多少钱，所以并不是我们缴的会费直接就给 APR， 而是到世界总部再根据它的工作计划去分配经费。那有时候会听到接下来讲说，这个就是说相对起来，你说照人口数啊，的确它分配的时候，没有像人口那么多。不过就是说，我们讲说这个你分配多少就跟你提供多少的 service 是有关嘛，那提供 service 有一个说，这些 supporting center 这个 APR， 它 service 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说它也去 service 各个 NSO， 所以 NSO 也是一个单位，但是你这个 NSO 里面人越多的，它理论上就是基本上还是 service NSO 了，它只会基本上还是 service NSO， 所以跟你同间的人里面的人，他不会直接去服务到，所以跟 NSO 的数跟 NSO 比较有关系。那因为每个区的这个通货膨胀或者这些消费情况不一样，那亚太区当然就是说，我们总是会说这个我们分到的钱不够多。不过坦白讲，就是说APR 他们的收入还是，例如说以菲律宾来讲，他们很喜欢在菲律宾这些工作人员蛮高兴的，就是说他们的收入的基准还是还是会做跟世界比较，而不是说用菲律宾当地人的这个 GDP 的收入来看，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比如说员工的薪水还是相对于菲律宾当地的生活算是比较好的。那杨教授常常来看这些财务报表，比例我已经忘记了。Hello， 我可以插播一下吗？我好像没有印象我插播一下吗？连教授，请说。根据刚才伙伴的问题，大致上在前2年的那个财务报表中显示到，我们的会费是26%，其他的那些 seminar 那些收入是13%，而从那个 World Scout Foundation 的那些 Regional Foundation 的收入是44%，World Scout Shop 是1%，还有其他的一些 grant 呢是16%。OK， 这是2年前的财务报表。这是 WASM 嘛？这是 WASM。我们讲的是 WASM。那 WASM 的我们总数的 membership fees 带的就是收入的那一块 ，membership fee 是在26%，我们的那个会费里面，那个 World Scout Foundation 占了44%。
对啊，像我刚才放的第一个图里面，他说87%是用在这个 supporting， 就是我第一个图。哦，那但是这个是多少用在 APR， 多少用在？我觉得我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数字，我不晓得他们有公开。那我觉得他不公开也是合理的，他可能不太想你们去比较来比较去了。哇 ，OK， 我被忽视了或者什么？是有的，雷教授是有的，它的分布图是30%是给非洲 ，OK， 18%是给阿拉伯，22%是给 Europe，18% 是给 Eurasia， 是之前的那个 Eurasia，22% 是给亚太，7%是给 Inter-America， 它有这个分布图，在那个 report 里面是有报告的。非常好，谢谢。那这个回答可能回答部分谢教授刚才。它这个的分类，对。好，谢谢。我来插播一下哈，那个大家讨论踊跃，那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时间上他必须要先下线，那我们先来合影一下好吗？我们大家先那个开个镜头一下，谢谢哦。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